感受到脸上不容忽视的目光，魏无羡挑着眉，好整以暇地回以直视。他鼓着腮帮子，睁着一双乌黑明亮、写满无辜的眸子，光洁额头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一句话：你刚刚不是不让我说话？蓝忘机一向拿魏无羡没有办法，现下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有苦不能言。他薄唇紧抿，手握成拳，转过脸垂下眼睑，暖黄的烛光下，鸦羽般的长睫轻轻颤抖。魏无羡见他这副被人欺负委屈的不行的模样，立马缴械投降。合口合口，不能再合口了。顿了顿，又道：要是再来一杯天子笑就更好了。这话其实也就随口一说，蓝家敬酒他当然清楚，蓝忘机肯下山替他带饭时已是十分用心，自然是不盼着他还能再破镜提坛酒来。魏无羡又想起围墙上那坛被蓝忘机打碎的天子笑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岂料这人听了这话后，微一颔首，伸手往乾坤袖里一掏，竟是真的摸出一坛酒摆在桌前，黑麻麻的罐身上糊着一张红纸，天子笑。魏无羡沉默了，下一瞬他跟怕这人反悔似的抢过酒坛子，掀开盖儿，先猛吸了几口酒香，随后扬起脖子灌了2大口。溢出的酒液顺着嘴角流下，划过上下滚动的喉结，在白皙的脖颈上留下几道水痕，后没入玄色衣襟消失不见，看得蓝忘机眸色一暗。魏无羡感叹道：好酒，果真还是这姑苏天子笑最是一绝。又见蓝忘机一瞬不瞬看着自己，打趣道：蓝湛，你这么看着我作甚？这酒可是你自己拿给我的，还是说蓝湛你也想来一杯？不等回话，他已径自取来一个茶杯倒满，往人跟前一推。正好我一人喝也没意思，赏脸陪陪我呗。蓝忘机正欲拒绝，听着最后一句话，气息一顿，喉结滚了滚，最后只吐出一个字：好。然后他端起茶杯一饮而尽，姿态无比雅正，还无比豪爽。魏无羡正欲拍手叫好，一句好酒量还没出口，就看到这人皱了皱眉，揉了揉眉心，随即手支着脑袋，合上了眼。睡着了？睡着了？怎么就睡着了？一般人不应该先醉再睡吗？魏无羡对着睡着了也是一脸严肃正直的韩光君挥了挥手，在他耳边拍了拍掌，没得到回应，顿时大感失望，倒回软垫上叹了口气。居然是个一碗倒。魏无羡没看到想看到的醉酒，也不能就这样放任着蓝忘机支着矮桌睡一晚上。魏无羡拍拍屁股站起身，拉过他一只手环上自己的肩，将人半驮在自己背上，一边暗自腹诽这人看着瘦巴巴的，居然还挺重，一边拖拖拉拉将人放倒在床榻上，替人脱下鞋袜后蒙上被子，站在榻前气喘吁吁的做鬼脸。魏无羡喃喃道：蓝湛可真好看。榻上的人面庞如玉，肤白胜雪，似刀刻一般锋利的轮廓，五官精致立体，端的是倾国倾城之貌。现下因醉酒而蒙上一抹玉色，眼角绯红，鸦青色浓密卷长的眼睫投下一片淡青色的阴影，轻轻颤动着，让人忍不住伸手挑拨。于是魏无羡真的就这么做了。睡着了的蓝忘机格外乖巧，敛去平日里的清冷疏离，眉眼都柔和不少，任由魏无羡搓圆揉扁，拿捏在手。魏无羡一下盯着他的脸颊，又捏又戳，一下刮刮他挺翘的鼻梁，一下蹭蹭他小刷子一般的眼睫，忍着笑意抖着身子，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然后蓝忘机睁开了眼，那双浅琉璃色的眸子睁开的时候，魏无羡正拎着人嘴角捏出一副笑相，见蓝忘机醒来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可魏无羡向来是个没皮没脸胆子大的，被人抓包竟也不松手，瞬间调整好心态，挑眉看着他：蓝湛，你怎地连睡觉都板着张脸？来，我帮你笑一笑啊。说罢手又往上提了提。眼前人对他这般作恶视而不见，没有半点反应，仍是定定看着他，薄唇勒起。为何要笑？笑一笑10年少嘛。再说蓝湛，你笑起来肯定很好看。修仙之人驻颜有术，修为到了一定境界后，面貌便再看不出年岁，
这话语气里3分作恶7分调笑，多半也就是拿来作弄这个小古板的。蓝忘机却问：你可想看？魏无羡不假思索地点点头，想看。下一瞬他作恶的手被轻轻拽开，一抹晴光映雪般的清浅笑容映在蓝忘机的脸上，竟比那屋内的烛火还要明亮3分，比那窗外的月光还要醉人7分。今天晚上的酒可太烈了。魏无羡满眼都是寒光君浅淡却惑人的笑容，全身燥得很，仅剩的理智被眼前人火热的目光灼烧得一干二净，捧着这张令无数才女佳人折服的脸，对着那2瓣淡色薄唇吻了下去。蓝忘机双眸瞬间瞪大，随即目光一沉，扣住他的后脑，让2人贴得严丝合缝，下一瞬搂住他的腰，翻身将人压在身下。不比上回那个偷偷摸摸浅尝辄止的吻，或者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吻。魏无羡本以为自己少时看过那么多春宫，怎么也比这个小古板经验丰富，却几乎是在蓝忘机的软舌撬开贝齿侵入的那一瞬便一败涂地，只能由着他在温热的口腔内肆虐索取。被粗粝的舌苔刮擦过槽牙，激起阵阵战栗，魏无羡忍不住溢出呻吟。最后承受不住一般眼角绯红，泪水簌簌，兜不住的口涎顺着嘴角蜿蜒而下，在枕上留下一片湿热。唇齿缠绵带来的快感不仅是生理上的，魏无羡全身都在颤抖，一颗心疯狂跳动，从未有过的情绪蔓延而出，冲刷而来。他只能抬着绵软无力的手尽力抱住蓝忘机，寻求一丝安慰。感受到怀中人的不安，蓝忘机攻势暂缓，翻身将人侧搂进怀里，温柔的舔舐，手在背后一下一下轻抚。魏无羡蓦地清醒过来，他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将人推开，缩在床角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蓝忘机骤然挨了一下推，一阵面色茫然，伸手想重新将人揽回来，却被拍了开去，下一瞬额上被拍了一张定身符，倒进被子里。魏无羡跳下床，踉踉着脚步推门而出。魏无羡一路狂奔至后山，才逐渐冷静下来。竟是回不去了。他寻了棵树一跃而上，靠着枝桠望着清冷的月牙，终是惨然一笑，哇地吐出一口心血。魏无羡捂住脸喃喃道：我在干什么？云深不知处，后山葱葱郁郁，云雾缭绕。少时求学时，魏无羡就发觉这里是个避暑的好去处，3天2头钻了空，就呼风唤雨，领着一众外门弟子来打山鸡捉水鱼。现下他修了鬼道，怨气侵体，常年体寒，没了金丹的身子在这微凉湿润的夜晚冷得瑟瑟发抖。困倦疲乏却无法安睡之际，魏无羡无可避免地想起前几日在伏魔洞时蓝忘机温暖的怀抱。魏无羡指尖动了动，复又紧握成拳，掐灭心底那点蠢蠢欲动的心思，颓然地倒回靠在树干上。他怎么回去？回去如何面对蓝忘机？又要和他说什么？魏无羡翘起腿，抬着脑袋，看着头顶上的粼粼月光，想起射日之争那几年，他飘荡在各地各处战场，白日里横敌御师，杀到双眼发红，晚上死咬着唇，用心神压制暴涨的怨气戾气，受不住时便寻棵树整夜吹着冷风。那时抬头去看，也是这般清冷的银华，苍白的令人绝望。如此在树上枯坐了一夜，直至远方天光乍现，黑幕逐渐落下，魏无羡才抖了抖身子跳下，脚底踌躇片刻，仍是往进室的方向去了。魏无羡还没进院门，就被出来寻他的蓝忘机撞个正着。蓝忘机见到人，紧绷的唇角松了松。魏婴，你去了何处？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打哈哈道：后山，我昨天睡多了醒得早，无聊，就出去走走。他一身沁人的寒气，惨白着一张小脸，轻微颤抖着。蓝忘机瞬间皱起了眉，面色愈冷，伸手就去擒他的手腕，要将人带进屋，却被躲开了去。他动作一顿，对魏无羡的反应愣了一瞬，旋即脸色刷白地收回手。蓝忘机眼睫微颤，问：魏婴，
昨夜，来了。魏无羡垂在身侧的手脚紧了衣料，咧了咧嘴角，故作轻松道：昨夜，爱没事的蓝湛，昨夜咱俩喝了酒都不清醒，是我不对，不该那样。